2020年12月的时候呢 ，BMW 马来西亚静悄悄的推出了这个 BMW X3 xDrive 30i M Sport 的版本。之前是有这个 Luxury 版啊，这个 M Sport 版呢，它比这个 Luxury 版多了更多的配备，然后它的售价多了一个20千左右，来到324千。然后非常感谢 Grand Six Automotive 的老板呢，他借我这辆他刚拿的新车做一个 review 给大家看啊。然后不瞒你说，我是有点紧张，因为呢这辆车是我的频道有史以来 review 过最贵的车。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你讲，但是我突然间讲不出啊。我看等一下我试驾的时候啊，在影片的尾段我才跟你讲会比较好啊。我们看过来车头这个部分呢，全车系啊，它都有这个 LED 的这个头灯。它这个头灯呢，具备那个自动高低灯的功能，还有包括那个转弯大灯的功能啊。然后像这个 grill 呢，是车主自己拿去改了。车主是很喜欢改车的呢，所以他新车一到手呢，他就换了这个 grill， 把这个 chrome 的这个 grill 换成这个黑色的。然后讲到这个 grill 呢，它这个 grill 啊，这个 BMW X3 呢，它全车系都有这个 Active Grill 的这个设计，也就是说呢，你跑快的时候呢，它这个 grill 啊会关掉，让那个风呢往上面吹，加强它的这一个风阻系数啊，让它更加的俗称的更加的切风啊，跑快就更加的稳。然后呢，当你的引擎需要更多的散热效果的时候呢，它这个 Active Grill 就会开掉，让更多的空气进去这个引擎室里面，冷却你的这个整个引擎室啊。所以这辆车的风阻系数呢，在同级里面啊，算是最好的一辆。然后这边你不难发现哦，它的前面这个部分呢，完全没有什么雷达啊，没有 camera 之类的，所以呢，就代表了这辆车它的定速巡航是 normal 普通的定速巡航，而不是那个 active cruise control 那个自动跟车它没有咯。OK，bumper 这个部分呢 ，OK， 车主他自己去改了这一个 skirt， 他多加了这个 skirt 啊。然后像 bumper 的部分，如果你买的是 luxury 的版本呢，它这边就不是车身的颜色咯，是那种 chrome 的啦。我是觉得车身的颜色会比较好看的。然后在这个打雾灯方面呢，你如果买的是 luxury 版呢，你的打雾灯是整合在 bumper 的这一条东西这边的，就没有那么显眼啦，这个就比较显眼哦。然后呢，如果你看上面这边呢，你就会看到有两个镜头咯。这两个镜头呢，是用来做什么嘞？这辆车有这两个镜头呢，它就可以做到前方的自动刹车、前方的碰撞警示，还有呢路线偏移警示啊。然后呢，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一个 M Sport 的这个字样啊 ，OK， 彰显它与众不同的身份。然后呢，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好像可以通风的东西，好像跑车这样。其实呢，这个东西是外观美罢了，我看过去是没有动的，它纯粹是做漂亮吧。然后这辆车它跟 Luxury 的差别就是呢，它用的是20寸的 rim，Luxury 版呢是19寸的。然后这个轮胎呢，它这个20寸的轮胎呢，它用的是 P0， 来自这个 Pirelli 的，算是一个名牌啦。你看到这个蓝色的 M Sport 的这个 brake caliper， 你以为只是视觉效果罢了是吧？错，这个 brake 是不同了。这个 brake caliper 的大小呢，它的尺寸啊是大过那个 luxury 版的，也就是普通的 X3 的 brake 啦。所以呢，这辆车它的这个刹车的性能是好过 luxury 版的。然后当然副作用就是呢，那个 brake 皮比较贵哦。然后这个 M Sport 版呢，当然它给到你这个 Sport 的 brake 呢，它的 suspension， 它的这个 absorber， 它也是给你这个 Sport 的 absorber 啦。所以呢，好处就是你跑快的时候更稳 ，corner 的时候更加的定，更加的稳定。但是副作用就是呢，比较跳一点哦，会比较硬，会牺牲掉一点点的舒适性啦。所以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去看一下，到底牺牲了多少舒适性。这台车呢，它具备后方的自动刹车以及后方来车警示。当然，你要这些功能，就只有买这个 M Sport 版本才有，那个 Luxury 版是没有的。然后在后面的外观方面呢，如果你买的是 Luxury 版呢，你下面这一片bumper下面这片东西呢，就是 chrome 而不是深色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颜色是比较美啊。然后这辆车呢，全车系都有装备这个 kick sensor 哦，你的脚伸过去，它就会开。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的车没有嘛。
看到没有？这样它的尾箱空间呢有550L，然后当你把后面2个座椅放倒的话呢，它将会达到1600L，是蛮多的。然后呢，这个尾箱这边呢，它有这个不锈钢的防刮材质哦，然后它又是平的，相对来说啊，所以你在上货下货的时候啊，就不怕伤到你的这个 bumper 这边哦。哇哦，它开门的声音非常的 solid。然后进到车里面呢，第一个感觉，椅子的包覆性不错，它旁边这边对于我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支撑很好，但是我感觉它皮革有点硬啊，它用的不是这个纳帕雷的，是属于皮革啦，会比较硬一点，我感觉。OK， 然后它的方向盘的设计呢，跟拉兹瑞是不同的，拉兹瑞的是这边。方向盘下面这边是有挖空的，然后它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它的油门踏板呢是这个不锈钢掺这个 rubber 这样子的，就给你感觉很有竞技的感觉啊。这个也跟拉兹瑞版的是不同的。然后它的这个门板这边的这个 seal plate 呢，它也是有这个 M Sport 的这个 logo 在那边啊，跟拉兹瑞也是不一样。拉兹瑞是写拉兹瑞 line 的。整个内装给我感觉就走实用路线啊，它没有到非常的豪华。然后这个 M Sport 版的呢，它车内的皮革是有这个蓝色的这个缝线，然后座椅这边呢也是有代表着 M Sport 的颜色哦。然后当然它的 carpet 也是特别 M Sport 的这个 carpet。然后 dashboard 这里的装饰呢，它这个是 M Sport 的，所以它这个部分是 aluminium 的，这个部分看到吗？ aluminium 的。如果是拉兹瑞版的呢，它这些地方还有这边都是木纹的。木纹呢，我觉得放在那些 Rolls-Royce 啊、Bentley 啊是很合适啊，但是放在一款 modern 现代的这种 SUV， 我觉得有一点点老气啊。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呢，这辆车它的仪表盘这边呢，它用的是 12.3 寸的这个 Full LCD 高清的啦。然后中间这里呢，它用的是10.25 寸的这个多媒体系统啦。然后我感觉有点奇怪，就是这个仪表盘呢，既然大过这个中间的这个多媒体系统。中间这个多媒体系统呢，它是由 BMW 开发的这个 iDrive 系统，它可以 touch screen 的。但是真正这个东西整套系统的精髓在于这个 controller node。你开车的时候呢，你用这个 controller node 来操控这个中间的这个多媒体显示系统呢，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呢，如果你 touch screen 的话，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因为你要看你的手指有没有按对嘛，这样子，你停下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驾驶的过程中啊，你用 touch screen 的话就没有那么适合了。然后除了容易分心之外呢，你触屏的话，你想你在路上走，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是会动的嘛，有时候路面有颠簸啊之类的，那个路面有可能是美美的嘛，所以你的车就会上下摇晃，然后你也就更加难的去 touch 准那个东西，就增加你这个 touch screen 的难度。但是如果你用 controller node 呢，你的这个手肘可以靠在 armrest 这边，很稳定的操控这个多媒体系统。所以这个东西，整个东西的精髓就在这里啊。因为你想，我们去麦当劳点餐，那个整个 touch screen 那个是不会动的嘛，它又不像你驾车一直这样动来动去，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直的屏幕啦，在移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用这 controller node 是比较合适的，就很像马自达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它这个中控台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选项哦。你可以选择啊，看你的车这个 energy flow， 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现在这个路面的倾斜程度，还有指南针，然后还有 sport display， 可以看你现在的这个引擎的动力功率输出，当然也可以看你的油耗啦。然后你还可以调节你的驾驶模式啊，比如说它的 sport mode 是吗？它的这个油门反应会变快，然后你方向盘会变紧。如果你希望油门反应变快，然后方向盘一样是像 comfort mode 这样松松的呢，你这边也可以调整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个性化。然后它这个中控台呢，它非常的高清哦，然后那个荧幕的亮度非常的够。现在大白天呢，
我并不会感觉看不清楚，它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它的反应也很快。我用这个 controller knob 在操作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 delay， 有些车会 delay 的嘛，然后它这个不会，然后反应真的是蛮好啊。然后呢，在这个中间这个 double signal 下面这边有一个一辆车，然后一个青色圆圈的按钮呢，这个是代表你的这个车的主动安全系统哦。它有这个青色的圈亮着，就表示你的这个前后的自动刹车，还有你的这个路线偏移警示，还有你的这个后方来车警示，这些功能都是有的。然后你如果长按住不放呢，按到那个按钮的灯消失掉，就代表你把所有这些主动安全配备都关掉了。然后排挡杆这边呢，我就非常的喜欢哦，它这种电子的排挡杆啊，很先进的，很像太空船这样子的。然后这辆车具备这个 auto parking 的系统，这个 parking assist， 然后呢，它的这个 reverse camera 也是非常的清楚。OK， 这辆车的后座呢，你不能期望太多了，因为这个是辆欧洲车，然后又是这么热血的 BMW， 它会忽略掉一点后座乘客的舒适性呢，是难免的。看这个椅子，非常的平哦，平还不要紧。它对于这个大腿的支撑呢，更是可以说是少了。看我大腿这边呢，悬空有一个这样子，我就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哎。这个是一个整300多千的车，结果后面这样子。Anyway，BMW 的核心价值呢，是给你无与伦比的驾驶乐趣，而不是这种空间的东西。然后我的脚跟前面椅背的这个空间蛮多了，然后我的这个头顶的距离也是蛮多的，算不错了。头顶的距离，还有4根手指左右，所以是蛮不错的。然后值得称赞的就是呢，它的这一个灯啊，是有点类似像飞机灯这样子的，不会刺眼哦。它这个 reading light 哦，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啊，如果你坐在后面，你要看一些文件之类的呢，是可以的啦。前提是如果你是不会晕车的，你就可以这样做了。然后后排这边呢，它这个冷气是可以独立调节自己的温度的。然后像这个 BMW X3 呢，它这个 X Drive 啊是4轮驱动版本嘛，然后你买它便宜一点的那个 S Drive 呢，它是后轮驱动版本，所以呢，不管你买什么版本的 X3， 后面都是免不了会有这一只鼓啊。这辆车呢，它搭载的是一台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它具备 BMW 的这个 Twin Scroll Turbo 的技术，以及这个 Double Vanos 的科技，可以让这部引擎呢有更节能的表现的同时呢，提高这个引擎的效率以及输出啊。这辆车最大马力呢在5200转的时候爆发，也就是252 HP， 最大扭力呢在1450转到4800转呢，可以平均的爆发出这个最大扭力，也就是350 Nm。所以你如果带住这样子的这个扭力数据啊，去推算的话呢，这部引擎在4000转的时候啊，就可以爆发出196 HP 的马力啊。所以呢，这辆车就算我还没有试驾，我也大概知道这辆车的起步啊、加速啊，肯定是不会有延迟的，因为呢，它最大扭力在1450转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你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你的车的转速都落在它这个引擎的最大扭力爆发的这一个范围之内。然后这台车所搭载的这个变速箱呢，是大名鼎鼎的来自 ZF 的 8AT 的8速自排变速箱。这个变速箱呢，它具备反应快、换挡顺畅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很多名车都是用这一部牙箱，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Urus 啊、Bentley Continental GT 啊、那个 Rolls-Royce 的 Ghost 啊、Aston Martin DB11 啊，都是用这一部牙箱。然后在这样子的搭配之下呢，这辆车0到100加速为6.3秒。这个成绩在同期之中呢，是输给这个 Volvo 的 XC60 T8 的。但是它这个加速表现呢，是跟 GLC 不相伯仲的。现在呢，我来给你试驾这一台是我 review 生涯中最贵的一辆车 ，BMW X3 X Drive 30i M Sport。
然后这辆车是没有 DDC 的，在马来西亚 DDC 是 Dynamic Damping Control， 就是说你可以调节啊，你的这个悬挂系统要软要硬，你可以调啦。然后这辆车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但是这个 M Sport 的 spec 呢，它马来西亚原厂就给你这个 M Sport 的 suspension 就比较硬咯。然后我现在感觉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我感觉这种 M Sport 的 suspension 啊，我的期望是它应该会很硬啊，硬到很难相处那种。但是我感觉不会说很硬呢。然后现在是定在 Sport Plus 啊，我一放油它就帮我做 engine braking， 你看它就拉住这辆车这样子。所以我看我还是调 normal 的比较好。它还可以调 Sport Individual Standard。所以像我刚才所说，这辆车没有 DDC 嘛，所以你这样子调啊，你的 absorber 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 M Sport 的 spec 呢，你的 absorber 悬挂系统就是一种罢了，就是 all the way 比较硬哦。有时候不得不说 BMW 马来西亚有点怪啊。我在看这个 spec 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如果你想要那些比较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呢，像那些自动刹车啊、路线偏离警示啊、那些后方来车警示这一些，如果你要有这些东西呢，你就需要买到这个 M Sport， 要不然你买它便宜啊20千的那个 Luxury 的 spec 是没有的。但是这个 M Sport 它就自动的给你的这一个 M Sport 的 suspension， 也就是说，你为了要更多的安全配备呢，你就必须要拿到这个 M Sport， 然后你就必须要坐在这辆有这个比较硬的悬挂系统 M Sport 悬挂系统的车上。所以有点奇怪，可能我要更多安全配备是为了要载家人更加安全嘛，但是呢，我就没有得选哦，我要这些安全配备，我就一定要拿这个 SUV 比较硬的M Sport 才可以，所以变到有一点怪啦。但是我觉得不错啦，经过一些坑洞的时候哦，你就感觉它处理那坑洞的那个表现啊，很快，它这样子，它不是这样，它是哇，你就感觉很精神啊，这个 suspension。OK， 我们现在先来过一段 corner 先，我把这个牙箱这边的设定啊，还有这个引擎这边设定调去 Sport， 因为你调去这边是吗？你在放油的时候啊，它会帮你保持在比较高的 RPM， 对于你过弯的这些转向是比较有帮助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 X3， 它过弯表现是怎样啊？这辆车开过弯的时候我讲不出话，因为它给你的感觉很爽，我想专注于刚才那个当下，你就感觉你过弯的时候哦，整辆车很平稳，它根本不像一辆 SUV， 它好像一辆 hatchback， 有点像以前我开过的 Golf GTI MK5， 就是那一种 hatchback 的感觉。哇，这种感觉蛮好的，而且我调这个 Sport Mode 嘛，然后它换压那个速度哦，还有那种像 DSG 这样子的速度，然而它的反应又比 DSG 快，因为有时候 DSG 呢，你踩油的时候哦，你要等一个0点几秒这样子给它去反应，尤其是你突然间踩大油的时候，这辆你油门踩深一点，那个牙枪就做工了，它就退压，哇，你就感觉这个牙枪的反应是非常的快。当然换挡速度也许没有 DSG 那么快，但是它给你的那个反应，它的那个 responsiveness， 就是你踩一点点那个油门的时候，它就明白你要做什么东西啊。你看啊，现在大陆啊，我突然间踩油，
它的反应是随传随到的，没有一丝的 delay。你会感觉不到这个压箱的存在，你感觉它很像那种电动车这样子。虽然我没有驾过电动车啦，但是电动车不用换压了嘛，通常电动车都是只有一个 fixed gear 的。这辆车呢，在你过弯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Performance Control Assist。这个功能呢，它可以在你过弯的时候，根据你轮子的角度，还有这个路面的这个倾斜程度呢，做出相对的调整。它会帮你自动退压，帮你做一个 engine braking， 或者是在必要的时候帮你踩一点点 brake， 帮你更加容易的过弯了，就会变成把过弯这件事啊变容易咯。因为有些操控性不好的车啊，哎呀，我不要针对任何车了，某些操控性不好的车，你 corner 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又要 corner 了，哎呦险了又要 corner 了，你会感觉很险，操控性比较差的车，过弯表现比较差的车。但是这辆 BMW 就是反其道而行啦，会让你很期待去过弯。可能我是乡巴佬了，因为我驾过的好车真的是不多。所以我非常的需要成功，非常需要赚钱，因为有这些好车，可以让我每天在马路上都感觉很开心。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东西就是呢，这辆车的那个隔音系统非常的好，它那个路面的噪音没有什么传达到车里面，因为毕竟这辆车用的是20寸的这个跑胎，而且是 run flat。run flat 的轮胎呢，通常会比较硬，那噪音也比较多。因为 run flat 嘛，它是在你的轮胎爆胎的时候呢，还可以让你走一段的距离的，所以它这个轮胎里面的这个构造啊，会做到比较硬。比较硬就难免的会比较潮，但是这辆车把这个路面的噪音抑制得很好。这辆车它用的平台呢，是跟这个 BMW 5 Series 的平台是同样的平台，然后这个引擎呢，也跟那个 2.0 的 BMW 5 Series 的引擎呢是同一个引擎。有点爽。哇，你会感觉哦，你过弯的时候你很有心情去踩油诶。哇！然后这辆车在过弯的时候踩油啊，它是 all-wheel drive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嘛，但是我感觉踩油的时候呢，那个推动力是来自后轮的哦。在我刚才出弯的时候，我踩油的时候啊，这个东西蛮特别的，因为像我驾一些普通的 all-wheel drive system 的车呢，像比如讲 CS5 2.5 的 Turbo 那个 all-wheel drive 的啊，还有像我驾过那个奥迪 Q3 旧款的啦，我都感觉他们是以前轮为主的这个 all-wheel drive system， 就是你 corner 的时候，你出弯的时候，你踩油呢，你感觉有一点 understeer， 好像有一点力不从心这样。你过弯出弯的时候踩油不大会去，
但是这辆车刚才我出完的时候我踩油，哇，那推进力是来自后轮，不是来自前轮，我感觉是到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 impressive， 因为后轮驱动的车就是这样嘛。后轮驱动的车呢，你在过弯的时候呢，你出弯的时候你可以更早的踩油。简而言之，非常好玩。哇！来到这个烂路呢，就体验到它这个 M Sport 悬挂带来的不便，是有一点摇晃。它很硬，然后它硬到啊，它不是硬到那一种你的屁股会痛那种，它把那个震动抵消掉了，你只感觉到摇，它摇是很结实的，你感觉到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处理这一个高低不平的地方的那个是很扎实的，它没有那种那种碎碎的感觉，就是很 solid。可以走到这种马路的 condition 比较好的路呢，你就感觉它比较舒服了。然后它的 brake 也是非常的线性，很好控制它的 brake。这条路比较平啊，来。这个车的平稳度是有的，高速的平稳度了。但是我感觉它过了120之后，那个风切声开始有点明显。它的那个马路的声音是没有什么听到，但是那风切声比较明显。这辆车呢，你看它的这个规格，它的配备，它也许不是同级之中最好的。现在同级里面呢，比它快、配备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Volvo 的 XC60的 T8。但是配备跟这些 spec 不是 BMW 的核心价值。BMW 的车核心价值是给你一种纯粹的驾驶体验，一种纯粹的驾驶乐趣。这个是 BMW 的核心价值，这个是 BMW 这么多年来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并且取得成功的核心价值。像做这些豪华车的品牌里面呢，有很多车他们没有专心开发自己的核心价值，导致他们破产，导致他们经营不善。像 Volvo 咯，被中国人买掉；像 Jaguar 咯，被印度人买掉。所以你做贵的车不是问题，你要做到一个东西人家代替不到你，这样子你就可以生存。像 BMW 这样没有做 van 车的，没有做 pickup 的，就专心做好那种驾起来很好驾的车，没有乱开发产品线，看。所以这点是我非常欣赏 BMW 的地方。所以买 BMW 的车，你买的是那种驾驶体验，你买的是工程学的奇迹，你买的不是配备。今天我给你一辆车，一大堆配备，可是开起来不好开。那么，如果你追求的是驾驶体验，开起来车要好开，这样子我给你再多配备都没有用，这辆车都不是你的菜。所以 BMW 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专心做好自己擅长的东西。而有时候就算这辆车，比如讲这辆车，如果讲它3年亏掉一半，又怎样？在 accounting 的这个词语里面呢，这个叫贬值嘛，你用一辆车会贬值嘛。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事实上很多东西不可以用贬值来衡量的。你想，你如果用了这辆车3年，这3年它这辆车带给你的快乐，带给你的驾驶体验，带给那些普通的车给不到你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还钱了。
这些快乐不用还钱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你的使用成本，就像你用一台最先进的电话用了一个2年，那个电话的价钱可能少过一半，但是你会后悔吗？不会，因为你体验到的是科技，最新的科技，你体验到的是便利，所以这个是你的使用成本。我不喜欢把它叫做贬值，虽然accounting 的词语比较专业，叫做贬值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贬值，这个是你的使用成本，这个是你原本就要还的钱。如果你一直 care， 一直在想，哎呦，这辆车3年后剩多少，剩多少，剩多少，这样子我劝你不要买这个车，因为你如果抱出这样子的心态啊，你用这个车你会很辛苦啊。然后你用这种车最好买新的，因为我有讲了嘛，你买的是科技，你买的是工程学，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容易 maintain 的。养这种 premium 的车呢，买新的，因为它有给你原厂的一些 warranty 啊，你不用去烦，对吗？你驾车是要享受，你不是要去烦。哎呦，今天要去 workshop 了，哎，下个礼拜去 workshop 那个东西，那个货不懂到没有啊？不懂这个东西会不会坏，那个东西会不会坏，难免的。你买这种高科技的车呢，你用一个3-5年，它这些问题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用新的，3年就卖，3年就卖，3年就卖，这个才是真正享受到最新的科技，享受到这种 premium car 带给你的价值的正确使用方法。由于它的过弯太过爽了，我打算再体验多一次。哇，它的刹车是那么的线性。哦，所以我给这辆车的总结是：如果你有300多千，让你打算买一台这个等级的 SUV 的话呢，那么这辆 BMW X3 M Sport 非常值得你考虑。哇，哇，真的耶，这辆车你过弯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你过弯的时候，你在弯中踩油的时候呢，它的推动力是来自后轮的哦。你说你开这种好车是吗？你有一个感觉，你会感觉好像一切都没有那么匆忙啊。你不急着要去这边去那边，你就感觉很想跟这辆车相处久一点这样子哦。哇，我发现到啊，由于这辆车牙枪太过聪明了，我都没有什么用到换挡拨片的。然后甚至连那个 Aston Martin 的 CEO 都有讲，他讲哦，这个 ZF 的8AT 是吗？它快过双离合，它意思是它的反应啊，你踩油的时候它直接做出反应，便宜过双离合，重量又轻过双离合哦。这是 Aston Martin 的 CEO 讲啊，所以这个压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